尤娜爸爸，您当时为什么是从机场赶到的公安局？收行李干什么？尤少华，到底要干嘛？累了，扛不住了。我们两个说好的啊，娜娜高考结束之前我们谁都不搬走的。你现在走了，你让我跟娜娜怎么解释啊？你可以啊。找我毛病的时候，你从来都是张口就来，这对你来说不难。爸，你要出门啊？我要去北京出个差。哎呀，我录音笔忘学校了，爸妈，我去趟学校。娜娜，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过。如果从学校回家再回学校，一般会说：“我得回趟学校。”可他说的是：“爸妈，我得去趟学校。”天哪！怎么办？我们两个说好的，尤娜高考结束之前，我们两个人谁都不搬走的。你现在这么走了，你让我跟她怎么解释啊？爸，你要出门啊？我要去北京出个差。哦。哎呀，我录音笔忘学校了，爸妈，我去趟学校。娜娜。所以这是第一次你们有分居的冲动，你们之后还有分居过吗？我有打算，打算。就是想借出差的借口出去住几天。所以分居计划又没有成功，对吗？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阻碍了你们的计划吗？爸，你看这。爸，我给你切个猕猴桃吧，你不是最爱吃猕猴桃了吗？娜娜，爸爸要出差几天？啊！娜娜，娜娜，哎，爸爸要走了，你说不舒服啊？哎，娜娜，娜娜。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疼吗，丫头？爸爸一定赶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啊！好呀，等你啊。我本以为只要瞒着他，他就不会受到伤害。你们夫妻二人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便你们不说，孩子也能够察觉到。你们现在感到很自责、很愧疚，对吗？其实没关系的，
高三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夫妻矛盾上升到家庭矛盾，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很普遍？是的，高三是一个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的家庭而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那么他的家庭关系就会变成只剩下父母两人相对。那如果这时父母的关系不太融洽，孩子就会担心，当自己走后，父母的关系无法维系下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很容易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而这些不同表现的背后，都有同一个行为动机，那就是维系家庭关系。你是说，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分开，才变成这样的？我想，在你们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吧。这盒火柴里面，红色是尤娜，黄色是妈妈，蓝色是爸爸，绿色是朋友或者同事，白色是亲人。我想请二位回忆一下，在这2年当中，你们印象最深的5次争吵，起因是什么？都与谁有关？妈妈先来。那来问理分科。那逃课去参加歌唱比赛。娜娜要买手机。我妈。我妈偷偷给娜娜买了手机。娜娜要学播音主持。很好，那我们现在重新做一次这个测试。这次爸爸妈妈分别选择。你们想一下，在这5件争吵的事情当中，哪一件让你们会觉得非常的伤心，或者重伤你们的事情是什么？与谁相关？好吗？尤娜妈妈，在您提到不支持尤娜去学习艺术的原因当中，我感受到了你对爸爸的不满。而当尤娜不顾你的反对，执意选择了去学习艺术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很难过、很孤独，甚至有一种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你们2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很大的问题。也许妈妈想要沟通，但是会发现方式不恰当，而爸爸想要努力，可又觉得沟通会让你有挫败感，想要逃避。你们2个有没有发现，在你们的潜意识之中，唯一一致的目标就是尤娜。所以尤娜总是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到你们的矛盾当中，这就导致了孩子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他会认为是他的原因导致你们的婚姻失败，还会让他误认为，只有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2个人才会齐心协力地在一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给娜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对不起。
最后，我想请你们2位依次点燃这5根红色的火柴。我们今天的咨询到这里就结束了。当鸟儿没有了翅膀，谁代替它飞翔？当空气没有了花香，谁又能去绽放？如果一定要谈梦想，需有勇气流浪。可最奢望的时光，是你们在身旁。我的眼泪。爸，我给你切个猕猴桃吧，你不是最爱吃猕猴桃的吗？娜娜，爸爸要出差几天？我的伤悲督促着我成长，和一个人如一个锁上，童年印象是最小的上扬，是小船游荡，是奖励的那颗糖，我的眼泪止不住。爸爸要去机场接人。现在慌张是对爱的渴望。他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留住爸爸，才能保住这个家。教授，你这也太临时了，在哪儿啊？就那儿，上去吧。蛮大的嘛，就他了。我看了他的手稿才知道，原来心理咨询室的配置不止一个咨询室这么简单，还有什么音乐放松室、宣泄室、心理测评室这些。我想了一下，与其让这个平台风吹日晒的，还不如给他多隔出来一个工作区域，这样的话还能作为沙盘室、团体活动室，对吧？我终于知道赫顿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了。为什么？你把男人该干的都给干了，简直是不给男人一条活路。钱老师，你以为我叫你来参观的吗？不然呢？给你留活路啊！这是非常典型的追逃模式。追逃模式，一方抱怨索取，一方回避拒绝，一方情绪激烈，一方表现冷漠。很多婚姻关系啊，都会陷入这种追逃模式当中。这个丈夫的逃避也是非常典型的，妻子的咄咄逼人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能，所以他以为他的逃避能缓解矛盾，换来安宁。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逃避会更加刺激自己的妻子。而在这个家庭当中，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女儿卷入到夫妻矛盾当中。三角化呢，使他们夫妻2人矛盾的焦点变得模糊起来。而这个时候，恰恰他的女儿表现出想要追随父亲的意愿，所以妻子会有非常强烈的背叛感。
觉得女儿也可能会像丈夫一样远离自己，从而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的丈夫，以求平衡。你用了什么方法？我做了一个火柴测试，基本上二人的认知已经重构了。孩子呢？这个孩子的核心恐惧是家庭关系，如果家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那这个孩子的防御机制就会自然瓦解。当然了，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最后我都会把核心回归于孩子个人的治疗上。个体疗法和家庭疗法双管齐下，还加了一个意向的方法，你这是招招见血啊，不错。这不是您教导的好吗？您说过的，不要拘泥于某一种流派，我说谨遵师言，好吧？你这孩子，就会哄我开心。说吧，中午想吃什么？我中午可不在这儿吃，我得回去。我刚搬完家，汤丽在家等着我呢。要不回去，她头都该打。刚好，都替你们准备好了，都是你爱吃的。哇，我这天天蹭吃蹭喝的，这临走了还有蔬菜手办礼，多不合适啊。那我自己消化了。我只是客气一下。小心后面啊，请拿轻放。慢点。我已经把这些架子都放好在贴上标签了，你就负责把那些摆上就行了。模型啊，我喜欢。 3000个。那我就先走喽。你去哪儿啊？约了美容，加油！你这甩手掌柜当的好啊！不用谢。这怎么还有一车呀？您是哪栋的？这栋啊。哦，我们给隔壁搬家的，不是您这栋。你这丫头，是不是又落东西了？老师。 你别说啊，赫顿的工作室呢，刚步入正轨。你作为前辈，确实有很多有用的意见可以给的。您放心，这3句不离小师妹，依我看，您还是更偏心于她。干这行啊，你靠的是灵性，我担心。赫顿呢，靠的是力气，我总担心他劲儿使太足了，伤到自己。上台阶儿，你慢一点。这是要干嘛来呀，1、2、3，抬脚。不许遮眼睛啊！我说1、2、3，1、2、3。喜欢吗？怎么了？不满意啊？我是按照你图纸做的。丽丽，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我只能以身相许了。你说的有点早，宝贝儿。其实是，我收回刚才那句话。你想以身相许，我还不一定同意呢。哎，他有点针对我呀。
这么总斗转星移的。哦，缘分吧，你们俩吧。你这人也真是啊，我在这摆了一下午，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谢谢啊。其实也没什么，都是丽丽安排的，我就是打个下手。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情。你之前说电台那个事情，再跟我说一遍吧。但是前提说好了，我不一定去，但是我会竭尽我所能来帮助你。好，我想找你做的这档节目啊，叫做《新飞夜话》，它是当年全中国第一档，也是最火爆的一档情感节目。在那个心理咨询还没有被大众认知的年代，它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支柱，帮助了很多城市里迷茫的人找回自我。我花了1年的时间重新策划这个节目，说服我们台里想重新包装《新飞夜话》。咱们这个年代啊，信息太多，变化也太快，但是我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专业的声音来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迷惑。所以你打算请一个心理专家加入我们，和我一起帮助现在都市有着各种压力、各种困惑的人排解内心的苦闷，用声音陪伴他们度过难关，同时也分享他们温暖的情感故事。怎么了？你是觉得我又有什么阴谋？没有，我只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这档节目当年那么火，你要花费1年的时间来说服你们电台呢？老师，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我的学生啊，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别藏着了，说吧。就是之前，我不是把一个 F 档案转给师妹了吗？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把那个案子重新转回来，让我接手？之前是你说想换个研究方向，所以我才把档案转交给河顿。怎么，新选题有什么问题吗？新选题没有问题。我这不是怕小师妹工作室太忙，我好帮她分担一下吗？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手上的选题做好吧。那个案子回头吧，回头我问问他。我也不知道赫顿怎么想的。好。现在做广播呀，不如从前那么风光了。现在听广播的人，无非就是在车里听听路况、听听新闻，再也没有人躲到被窝里边去听节目了。的确，这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朝阳产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早的做好了心理准备，被你拒绝。你知道我妈是怎么用微信的吗？只要微信软件一更新，我就会重新帮她写一份。在每一个时代、每一座城市、每个群体，都有人跑得快，有人走得慢，甚至还有的人掉队了。掉队这个词形容的不太贴切，应该说，这些人更想活在以前的世界里，沉浸在昨日的美好，而错过了今日的班车。可往往是这些人，他们的困境，他们的想法，却很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得不到关注。其实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内心是愿意接受的。我并不担心这是不是朝阳产业，我唯一担心的是，在我不熟悉的领域当中，我的专业能给你们多少帮助还有作用。
对不起啊，何老师。其实我会游泳。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其实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如果换成我，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真的，像你这个年纪，能够默默承受这一切，已经很不容易了。何老师，我爸妈还会和好吗？我必须诚实的回答你，我不知道，不一定。你有听过菜苗移栽吗？简单的说，就是把刚长出3、4片叶子的菜苗连根拔起来，种到另外一片土壤上。一株小菜苗离开生它养它的土壤，到了另一块土地上，你是不是觉得它一定会死？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选择移栽，因为无论是产量还是生长速度，都会比之前提高1/3。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非常完美的家庭，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而我们早晚有一天都要从那个保护壳里面钻出来。也许我们会遇到狂风暴雨，我们会害怕，但我们也可以像那株小菜苗一样，更加茁壮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并不是一个人，你并不孤单。这里是小哲妈妈工作的地方，小哲爸爸因为意外去世，剩下你周阿姨一个人独自支撑着家庭，每天要在这里忙到很晚。周阿姨的爸爸在你爸爸下岗的时候帮助过你们全家，所以你爸爸才会这么努力的想要帮助他。去哪儿啊？今天客人多，我去我妈烧烤摊帮忙。我在阿姨的烧烤摊看见尤娜了。她去我妈那干嘛？来了，我来吧。她好像是去给阿姨打下手，还挺勤快的，招了不少客人呢。听说她和爸妈的误会已经解开了。啊，这次事情之后，我们学校也开设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室。以后我们同学间再闹什么矛盾，就有人帮我们沟通疏导了。我知道他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可能他还需要时间。拿着吧，这是尤娜让我转交给你的。喂，我想好了，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节目做好吧。
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装修队的？我刚搬到隔壁。你不是那天晚上在赫顿，我找你很久了，请进。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戴眼镜，晚上太黑了，没认出你来。没事的，我叫叶家辉，叫我家辉就行。佳慧，你这些是？我刚搬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收拾。需要我帮忙吗？谢谢你啊。真巧，没想到我们成邻居了。是啊，你先坐。其实我找了你很久，我去过你之前名片上给我的那个地址，他们说你离职了，上面也没有你的电话，所以我根本联系不上你。抱歉，我那天实在太忙了。没关系，这不正好说明咱俩挺有缘分的吗？谢谢。我看你之前吃的那些药，你会定期看心理医生吗？其实我吃药一段时间了，一直控制的挺好的。你碰到我那天，是我刚好到海市，我的朋友说要给我接风洗尘，所以一高兴就喝多了。以后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啊，那天真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就真出事儿了。没什么，我之前在自杀干预中心工作，每天救人已经习惯了。对了，其实你可以考虑在海市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不需要。我只是提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推荐你自己呢？我才正式做心理咨询，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想我可以。我不要。我不是觉得你不够资格，是我不想让你当我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来访者是不能谈恋爱的。钱开业，你这大半夜够早的呀！啊？答应了。真的啊？我说什么来着？一定不会让你白做苦力的。嗯。哎，米其林大餐。哎，我觉得这件事吧，还是靠我自己的功劳。哎，我这暴脾气。哎，丽姐，别动手，大餐肯定有啊，钱开也不差这点儿。赫顿呢？给他打电话给我挂了。办正事去了，说一会儿回来。先进去喝点东西吧。谢谢啊，佳辉。不用送了。钱开义，你怎么来了？佳辉，这是那天在酒吧救你的另外一个人。你好，我叫叶家辉，谢谢那天救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他脑子被驴给踢了吗？不好意思啊，我进去看看他犯什么病。晚安。你好，晚安。哎呀，你癫痫病犯了。个性，太个性。这桌上的装饰品啊，过于别致，会让来访者对你产生内心脆弱的刻板印象。一直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就是联系不上。今天终于有机会把它送出去了。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不会觉得他幼稚吧？怎么会？我很喜欢。八音盒发出的声音里有一种阿尔法电波，与脑电波里528赫兹的一个电波相吻合，所以它可以让人感觉非常的平静。它的作用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那你觉得我轻了吗？还真不巧，我这脑电波是857赫兹的。郝老师，我劝你一句啊，别听别人在那瞎忽悠。钱开义，你脑子进屎啊你！我大晚上的试个音，你在这冷嘲热讽干嘛？你想干嘛？我想干嘛？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嘛呀？大半夜跑人家里来，你还挂我电话？哦，我知道了，你吃醋了是吧？我吃醋？我为什么吃醋啊？我吃醋了吗？那你呢？你大晚上来我家干嘛呀？我来你们家干嘛？我有正事找你啊！什么正事啊？合同，明天早上9点，具体还得把合同签了。哎，还有薪酬啊？哎，可以。我没有想过要公司。哎，你别多想啊，这个合同就跟咨询机制是一样的，就是为了约束你，也是为了鞭策我。走了，明天还有正事儿。大晚上戴墨镜出去，不怕被车撞吗？他可能是怕被打。老贺，我觉得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还真有点小两口那意思。说什么呢？我说的是真的。他那么欠，我跟他像吗？像。钱开。国外有说法，八音盒的声音与脑电波528赫兹一种电波相吻合，它的作用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破八音盒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巧啊！你好，你这是？哦，还剩一点行李没有搬过来，搬到公司刚刚搬过来，我收拾一下。啊，你上次那个搬家师傅蛮专业的，我还想问哪儿找的呢。啊，我是在58到家上找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随叫随到。回头我也下一个。我帮你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了。没事儿，真的不用，特别方便。我现在不用了。不好意思啊，我行李太沉了，我自己来就行。没事，我打扰了，我倒垃圾去。拜拜。我知道，
我知道，我都已经试过了。不是，但问题是现在那个档案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实在拿不出来。你别着急行吗？我会尽力的。哎，老婆，哎，来了。苍总，10点的股东大会，曹总参加不了，说改天再约。有跟进曹总的身体状况吗？他说没事儿，我就没再追问了。